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工作，你做什么工作？小美，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？什么样的？快说说，大明。就是你遇到一个人，觉得他肯定是做，然后呢？结果完全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对，我上次遇到一个人，他看着很安静。我猜他是图书馆管理员，特别安静那种。哈哈哈，结果他做了什么？结果他说他是乐队鼓手，是不是很意外？哇，真的吗？这反差也太大了吧！简直出乎意料，我当时都愣住了。我也有类似经历，别人总以为我喜欢安静。是啊，你平时看起来总是很温柔。但是我告诉他们我的工作时，他们会很吃惊。那你做什么工作呢？现在吊我胃口。我是一名户外探险导游，经常带队爬山。户外探险，小美，这真的跟我想的不一样。是吧？大家总对某些职业有固定印象。没错，就是这种刻板印象常常会出错。所以问别人你做什么工作，很有趣。是啊，每次都是一个了解新故事的机会。有些人的工作真的非常特别，非常酷。你觉得工作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呢？我觉得工作不只是赚钱那么简单。还有呢？对你来说，工作重要在哪里？没错，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个窗口。对，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学到很多。我很喜欢我的工作，每天都有新挑战。挑战，听起来很有趣，你具体是做什么？哇，怪不得你逻辑那么好，思维清晰。哈哈哈，那是工作训练出来的能力吧？每次完成一个项目，是不是很有成就感？是的，那种解决问题的喜悦无法形容。我能想象，就像我带队登顶成功一样。你们的工作都需要细心和很大的耐心。对啊，尤其是在野外，安全是第一位的。听起来有点辛苦，但是也充满了激情。是的，每次看到大家享受大自然都很开心。那你在工作中遇到过什么有趣的事吗？有一次，一个游客把熊当成了大狗熊。哈哈哈哈，然后呢？吓坏了吗？我赶紧拉住他，告诉他那不是宠物。真是虚惊一场，但也是独特的回忆了。是啊，我的工作每天都充满惊喜和冒险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想去户外探险了。欢迎啊，到时候我给你做专属导游。太好了，那我们下次可以聊聊工作中的压力。这个话题也很值得好好聊一聊呢。哦，对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哦，对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压力是大家都会遇到的。是啊，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里。没错，工作压力真的不小呢。那你通常怎么应对这些压力？我会去爬山，亲近大自然。哈哈，果然是户外工作者。你呢？你的压力来自哪里？我的压力主要来自时间管理。哦，时间管理确实很关键。对，
有时事情太多，忙不过来。是不是常常加班到很晚呢？偶尔会，但现在好多了。那真是太棒了，工作生活平衡很重要。是啊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。对，中国人很重视这个。提到平衡，我想到一个词叫佛系。佛系？你是说不争不抢吗？有点这个意思，就是顺其自然。这在某些情况下挺好的。但在职场，这有时是双刃剑。比如呢？有什么具体的例子？比如，如果你太佛系，可能失去机会。确实，积极争取也很重要。你觉得这个词在什么情况用比较合适？我觉得可能在面对挫折时，保持佛系心态。哇，这解释得很有趣，很有哲理。有一次，我带队遇到大雨，大家都很沮丧。后来呢？你们当时是怎么解决的？我说既来之，则安之，我们一起唱歌。哈哈，这真是个乐观的导游。大家都笑了，压力也小了很多。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苦中作乐吧？没错，在困境中寻找乐趣。这种积极心态真值得学习。还有，同事之间的互相帮助也很重要。是啊，职场上搭把手很常见。有时一个眼神就能理解对方的难处。这种默契真的很难得。这也是一种独特的职场文化。说到难处，你有遇到过不被理解的情况吗？当然有，比如家人不理解我总在外面。哦，这确实是个挑战，怎么解决的？我会耐心解释，让他们看到我的热爱。你的坚持和热爱真的很有感染力。谢谢，但这背后的付出也挺大的。我觉得下次我们可以聊聊如何平衡梦想。对，还有如何面对外界的质疑，甚至是如何在工作中寻找新的动力。这些都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一下。是啊，特别是工作的意义。不仅仅是挣钱糊口。我有朋友觉得工作很枯燥。确实，动力没了怎么办？我曾有段时期感觉很迷茫。哦，具体是怎样的经历？那是觉得每天都在重复，缺乏新鲜感，让人疲惫。后来我尝试学新技能。哇，这带来了新视野吧？对，感觉整个人都活了。没错，工作也变得有趣。但有时外界压力很大。比如家人想你稳定点。铁饭碗思想很普遍。这是中国传统观念吧？对，追求安稳，避免风险。很多人因此放弃了梦想。挺可惜的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适合自己最重要。确实，随波逐流不可取。大家都追求稳定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要找到平衡点，兼顾理想和现实生活。哎，这真是一个大难题。记得我有个朋友辞职了。为什么？找到更好的了？他想开一家独立书店。哇，需要很大勇气啊。
风险当然有，但也快乐。这种投入是无法衡量的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体现。你有没有遇到过，很有趣的同事？哈哈，当然有，各种各样。分享一个，我想听听。有个同事每天都带不同便当。这是美食家啊，挺好。他说工作再忙也要吃好。这句话太有道理了。是啊，仪式感很重要。看来工作中的小细节也能提升我们的幸福感。工作也是一种修行，磨练心性，增长智慧。这让我想起职业选择。没错，面对复杂情况怎么办？比如利益冲突、人情世故。那个下次我们好好聊聊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有什么想问的啊？你觉得工作除了钱，还能带给我们什么呢？哇，这个问题很深奥。我觉得是更深的成就感吧。我上次看到一个师傅，他修鞋修得特别好。修鞋师傅，很普通啊。每个细节都非常用心。这种用心我能理解。他说，这不只是工作，更是一门手艺活。哇，这是匠人精神吧？这种对待工作投入的精神。是啊，他用耐心和专注，把平凡事做得不平凡。这让我想起一句老话：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他的意思是，每份工作都有做到顶尖的人。对，只要你肯下功夫，任何领域都能发光。这体现了对职业的尊重，也是对生活的热爱。话说回来，在咱们这儿，职场里有个有趣的现象。哦，有什么有趣的现象？很多同事喜欢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工作状态。是什么词啊？我猜猜。比如摸鱼或者内卷。哈哈，这两个词真形象。大家听了会怎么想呢？确实让人深思呢。这种词背后反映了什么？我觉得是现代人的压力，还有对工作方式的思考。没错，这有点像躺平文化。在中国，我们强调吃苦耐劳。是的，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勤奋，要坚持不懈。这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，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。但现在有了新的解读，这让我想起一个难题。比如，当你的日常工作和你的价值观冲突时，哇，那该如何选择呢？下次我们好好探讨一下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觉得年轻人找工作最看重什么？这问题问得好。我觉得复杂。以前看稳定，现在真的不同了。是啊，比如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。他辞掉了很稳定的工作。哇，真的吗？
为了什么原因呢？他说想追求个人价值和兴趣。这种选择在过去不可思议。老一辈会觉得这太不靠谱。没错，这有点像我们说的诗和远方。是的，很多人尝试当斜杠青年，就是一份主业，再加几份副业。我认识这样的人，时间管理超厉害。他们不只为钱，更为了丰富自己。对了，有个词叫“做自己”，意思是勇敢活出自己的样子。哎呀，说到我心坎里了。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规划。没错，尤其面对家庭的压力。父母总希望我们铁饭碗。说到铁饭碗，你觉得现在还有吗？形势变了，但追求稳定还在。比如，公务员考试还是很火爆。那是因为它代表一种社会地位，还有比较好的福利待遇。是的，安全感真的非常重要。可是，这种选择适合每个人吗？大家觉得好工作应该具备什么呢？我觉得不能光看别人怎么选。对，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你还记得我大学同学小王吗？记得啊，他不是在银行工作吗？他辞职了，现在去山区教画画。哇塞，太出乎意料了！他爱画画。他说，虽然钱不多，但每天都开心。这种幸福感，多少钱都买不到。对，找到那种心流的状态。沉浸其中，感觉时间都停止了。那是真正的热爱啊！这种热情能支撑一个人走很远。但竞争激烈，理想和现实常冲突。尤其是当你需要养家糊口时。哎呀，这个真的很难啊！我也卡在这里过，非常矛盾。比如，你遇到一个紧急情况，需要你加班，但你早有安排。那真是两难的选择。职责和个人生活怎样平衡呢？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有共鸣。我们下次可以更深入地聊聊。是啊，这个平衡太难了。很多人都在寻找答案。确实，没有标准答案。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。有时需要勇敢的选择。比如，为了家庭放弃一些，或者为了梦想坚持不懈。这都需要很大的勇气。我觉得重要的是内心，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。对，找到自己的价值观，然后做出适合自己的决定。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职业，也是在不断的探索。没错，职业选择是一段旅程，充满了挑战和惊喜。从找到心流到面对现实，每一步都有它的意义。今天我们聊了很多，从工作意义到平衡难题，真是越聊越深入呢。感受到大家都有同感，听众朋友们一定也感触良多。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，或者找到一点点共鸣。也许能让大家思考一下，自己和工作的关系是什么。
这正是我们希望的。思考，然后行动起来。比如，从今天开始改变，尝试调整一些工作习惯，或者开始学习新技能，为未来的选择做准备。是的，持续成长很重要。工作也需要不断学习。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之一，不断进步。保持对生活的热情，才能更好地享受工作。聊到现在，我觉得最棒的是找到了工作和生活的连接点。对，找到那种平衡的艺术。每个人都在学习和实践。那么，听众朋友们呢？你们有没有什么平衡秘诀？或者对今天的话题有何感想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下次我们聊聊在职场中怎么沟通才能更高效呢？